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饭台小夫妻。那么今天的视频呢，跟以往会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主要呢是讲了我跟我的朋友领养和收养了一只流浪猫，而这只流浪猫呢，又改变了我朋友整个的人生，可以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接下来我就把故事交给我的朋友。我是一个视网膜缩碎变性患者，视力会慢慢消失，最终就是失明嘛。我现在就是靠着一些补助在生活，平常呢会有家人或者朋友来照顾照顾，就这样呀。其实我很不喜欢养猫，而且我眼睛又不好，养猫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负担，再加上我从来没有养过猫，所以说而且我已经有了一只狗了，那时候养猫对我来说就是单纯的就是负担。其实布丁呢，一开始是被我们这边3楼的一个住户给扔出来的弃养的一只猫。我看过很多次，它还试图回家，但是又被一次次被抛出来。然后就是它曾经也试图爬到3楼的阳台，想从3楼的阳台进回它自己的家，但是窗户永远是关着的。甚至于有一次晚上，我听到它从楼上下来时摔了一跤，就摔到我家院子，反正那个叫声是很凄惨的。其实3楼那个住户他一开始也问过我想不想养猫，我说谢谢不用，我不是很喜欢猫。后来我就一直能够看到，就是他把猫往外扔嘛，我们这边周围的人都知道那只猫是他扔出来的，而且都会有人去喂，但是流浪猫就是流浪猫。所以说像这种没有责任心的人，真的我只能可以说脏话嘛，这个的真的是没有素质，没有责任心，没有公德心，就是礼义廉耻，什么都不要。还好是真的他没有老婆没有子女吧。然后就是我看着就觉得蛮可怜的嘛，一只大白猫，对吧？以前干干净的，后来变脏兮兮的，脖子上铃铛都还在。下雨天我就怕它没有地方去，所以说我在外面会我在那个楼梯间给它留点猫粮，留块垫子，希望它能够至少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但是那时候它还是对我很抗拒的，因为不信任我吧。有时候给它猫粮也不吃，但后来渐渐的，它会就是我每次放在外面的猫粮它都会去吃。我大概就这样子喂了大概有1年左右。这1年中啊，它也曾试图就是进我家客厅，但是流浪猫，对不对？我觉得给它点吃的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后来就是夏天吧，它大概是不知道生了多少只猫，但是只留下1只。我认为猫是不可能只生1只猫的，但是它带着唯一的一只小猫跑到了我家后院。一开始我就以为就只是它在那边叫，饿了想要吃的，然后一开始就随便给点狗粮啊，给它吃啊，给它点什么吃那个鸡胸肉啊什么的给它吃一吃。后来我发现就是原来还有只小猫躲在那个阴影里。那有只小猫怎么办？天越来越热，后院那个环境你也知道，露天的，下个雨啊什么的就特别糟心了，我觉得。那我就想着，那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吧，我就联系了我熟悉的宠物医院，找我朋友把他们母子2个就带到了宠物店去嘛。然后一开始啊，布丁跟他的儿子叫千岁，其实都被人收养了。一看真的还蛮开心的，觉得做了件好事情。但后来一天晚上又听到后院有猫叫，我以为是难道别的猫知道我会在后院喂猫，所以说又来吃了嘛？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原来那不停在后院叫唤的猫是跑回来的布丁。它从一个收养它的家庭中跑出来，晃了1个多月，跑回我家。那时我是懵的，因为我认为猫是不会恋家，但是在那一刻，它饿得瘦骨嶙峋，趴在我脚边，而不是试图再去回它3楼的家。在那一瞬间，我是心酸的。在那一刻，我就觉得，也许这就是我的一种责任，那我必须得做些什么。然后我就联系了你过来当猫窝，但是没想到它猫的时候，发现它怀孕了，对吧？也是生命啊。那时候就想着等它生完小猫，对吧？再找人去收养。其实通过上一次失败的收养经历，我觉得就是还是蛮不放心的。我不想再让他经历一次被收养再跑回来了，太糟心了。结果没有想到他难产，下半身都是血，怎么办？那时候我跟我朋友又是把它装在笼子里面，一路提着走到宠物店。天很热，我记得一路上都是那些老头老太太说呀，这不是那3楼的傻逼扔出来的猫吗？关你什么事啊？你自己都照顾不好，你还去照顾它干什么？那这是我的责任，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好在只是小猫没了，至少布丁的命保住了呀。所以说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决定，就是我收养它吧。因为如果说不去收养它，这件事情会让我不舒服很久很久，那选择必然承担代价，我会承担我必须负的责任。所以说，从它治完病、驱完虫、打完疫苗，它就不再是一只流浪猫了，也不再是以前3楼养那只猫，它是我的布丁。其实真正就是收养布丁之后，才觉得养猫其实不是我一开始想的那个样子。原来猫也会粘人，当你去就说抱它的时候，它也会收回它锋利的爪。它明明可以去咬你、去伤害你，但是它不会，对吧？它会向你露出它柔软的肚子。你甚至于有时候去用一些就是猫不会觉得舒服的姿势去抱它或者去抓它，布丁都不会伤害我。你看我帮我朋友养安蛮的时候。收养这段时间，抓伤养伤是常有的事，但是布丁从来没有。这一点我就觉得就彻底改变了我对就是养猫那种感觉吧。而且布丁真的是一只非常听话、非常乖的猫，它不会要求太多。我觉得就是它是需要我的。哦，原来我也被一个小动物就是说如此就是说需要着，就那种眼睛，就看你的眼睛喵喵喵喵喵喵叫的时候，真的就很不一样，跟以前感觉。所以说，慢慢的就是我跟布丁就关系越来越好。唯一有点麻烦就是他跟菜菜子的关系吧。其实收养布丁这段时间，其实他有几次跑出去过，每次我都非常非常急啊，我会打电话给我身边就是所有能来的朋友帮我去找猫，对吧？布丁每次跑出去，如果说晚上没有回来，我那一晚上简直是没有办法睡觉，我像个神经病一样在后面就不停的转，不停的转。每个草丛我都要去钻一钻，我不想再让它受到任何一点点的伤害。虽然说它每次其实玩完了都会回来吧，但是我是非常着急的。而且最让我觉得欣慰的就是，它是真正把这边弄他自己家的，他已经不会再想着回他曾经的3楼那个家了。最后再说一句话吧，就是你可以不喜欢，但是不要伤害，好吗？我觉得就是选择并且承担代价，既然养了，就不要丢弃，好吗？布丁你好肥呀，像只猪。布丁怎么会这么胖呢？越来越胖了。年纪大了呀，年纪大了就是胖啊。布丁仔，小布丁，布丁，看看镜头，认不认识啊？他可认识了，他一副无所谓的脸，说老子是老上镜了。老演员了，因为布丁会看门，这个门啊，就是一直得锁着。阿满也会，太聪明了。